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人生的改变来自某个巨大的时刻，一个重要的机会，一次命运般的相遇，或是一个改变一切的决定。好像只有那些戏剧性的瞬间，才能真正改变未来。但慢慢的我发现，人生其实很少是这样运作的。更多时候，未来是被一个又一个看似普通的选择塑造出来的。每天早上醒来的决定，每一次回应情绪的方式，每一个愿意尝试或放弃的瞬间，这些看起来很小的选择，其实都在悄悄改变方向。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行为累积效应。当一个人持续做出某种选择时，那些行为会慢慢形成习惯，而习惯会逐渐塑造一个人的生活轨迹。神经科学研究发现，每一次行动都会强化某条神经连结。当你重复某种思考与行为时，那条路径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久而久之，它会变成你最自然的反应。所以很多未来其实早就在今天的选择里开始成型。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件事情，你的人生频率是由每天的行动与信念累积而成。当你选择靠近让自己成长的事情，你的能量就会慢慢改变。当你选择相信可能，你的视野就会变得更开阔。这些转变一开始很细微，可能只是多读几页书，多尝试一次新的方向，多相信自己一点点。但正是这些小小的选择，会像河流一样慢慢改变地形。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被命运限制，觉得出身、环境或过去的经历早已决定了未来。但其实命运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线，它更像是一片正在延伸的道路，而你每一次选择都在决定下一段路会往哪里延伸。有一天，我开始试着用不同的方式看待选择，不再只看眼前的结果，而是问自己，这个选择正在把我带向哪一种未来？当你这样思考时，很多事情会变得清晰。你会更愿意做那些对未来有意义的事情，也会更有勇气放下那些不再适合的方向。神经科学也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具有高度可塑性。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新的选择都可以重新建立路径。这意味着，未来从来不是被完全决定的，它一直在等待新的行动，就像一片土地。只要你愿意种下新的种子，新的风景就会慢慢出现。所以当你再次觉得人生停滞时，请记得一件事情，未来并不只存在于某个遥远的明天，它正在此刻被创造，在你做出的每一个小决定里，在你愿意改变的一个念头里，在你选择相信自己的一个瞬间里。这些选择也许看起来很微小，但它们会在时间里累积。然后某一天，当你回头看过去的路时，你会忽然发现，那些曾经不起眼的决定，其实早已把你带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原来未来从来不是突然到来，它一直在你的每一次选择里，一点一点地被重新塑造。我常常以为未来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它像一个很远的地方，需要很多努力，很多机会，很多刚刚好的条件。好像只有某一天真正到来时，人生才会突然改变。但慢慢的我发现，未来其实没有那么远，它一直都在此刻，就在我们每一天做出的选择里。每天早上起床的决定，每一次面对困难时的态度，每一次愿意相信或放弃的瞬间，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其实都在悄悄改变方向。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
叫做微小行动的累积。当一个人持续做出某种选择，那些选择会慢慢形成习惯，而习惯会在长时间里塑造一个人的生活。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每一次行动都会强化某条神经路径。当你重复某种选择，那条路径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你最自然的方向。所以未来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由很多个今天组成，每一个今天都在为某种未来投下一票。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个很温柔的观点，你的能量会被每天的行动所塑造。当你选择相信自己，你的频率会慢慢改变。当你选择持续前进，即使只是很小的一步，世界也会开始为那份方向回应。很多人会觉得，只有重大决定才会改变人生，但其实人生更常被那些看似普通的选择改变。你今天是否愿意学习一点新的东西？是否愿意给自己一点耐心？是否愿意多相信自己一点点？这些选择都像是一张选票，它们会慢慢累积，一张一张一张，然后在某一天，未来就会被决定。我后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待生活，不再只是问自己，未来会不会变好，而是问，我现在正在为哪一种未来投票？当你这样思考时，很多事情会变得清晰。有些习惯不再那么吸引，有些行动却变得更有意义。因为你开始看见，每一个当下其实都很重要，不是因为它必须完美，而是因为它正在累积。神经科学也告诉我们，人的改变往往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很多微小的选择里慢慢成型。就像河流雕刻山谷，一开始只是一点点水流，看起来没有什么力量，但当它持续流动，时间就会替它刻出深深的河道。人生也是如此，每一次选择都像是一滴水，看起来很小，却在慢慢塑造未来。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人生的某个路口，不要太急着寻找完美的答案，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未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决定的，它正在此刻被写下，在你的每一个念头里，在你的每一个行动里，在你的每一个选择里。而当你愿意为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投票，那些选票会慢慢累积，直到某一天，当你回头看这段旅程时，你会忽然明白，原来未来从来不是偶然，它只是你无数次选择之后自然出现的结果。我总觉得人生有点混乱，不是没有努力，也不是没有方向，只是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差不多。机会来了就试试看，别人说不错的路就走一走，生活像是在回应外界的期待。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内心却常常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走了很久，却不知道自己真正要去哪里。后来我慢慢发现，很多混乱其实不是因为世界太复杂，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目标清晰度。当一个人的目标模糊时，大脑很难聚焦，注意力会被很多事情分散，每一条路看起来都差不多，于是行动就会变得迟疑。但当目标变得清晰，大脑会开始自动筛选资讯，那些与方向无关的东西会慢慢被忽略，而那些真正相关的机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大脑里有一个系统叫做网状激活系统，
这个系统会帮助我们在庞大的世界里找到与自己关注事物相关的讯息。当你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它就会帮你看见。所以有时候并不是机会突然出现，而是当你开始清楚自己要什么，那些机会才被看见。吸引力法则也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宇宙会回应清晰的意图。如果内心充满矛盾，一部分想要前进，另一部分却在怀疑，那么能量就会变得分散。但当你真正看见自己的渴望，并且愿意承认它，整个人就会变得稳定。那种稳定会形成一种讯号，告诉世界你正在往哪里走。于是很多事情会开始排列，你会遇见与你方向相似的人，会看见原本没有注意到的机会，会走进那些曾经看不见的道路。有一天，我开始练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别人的期待，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开始并不容易回答，因为我们习惯先想现实，先想风险，先想别人怎么看。但当你慢慢诚实面对自己，答案就会一点一点浮现。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是一份能让你发光的工作，也许是一种内心真正渴望的关系。当这些答案开始清晰，内心会出现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是一种安静的确定。你不再需要每一步都得到肯定，也不需要不停的比较，因为你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什么。而当这种清晰出现，现实就会开始回应，就像拼图一样，原本散落的片段会慢慢找到位置，一些新的机会出现，一些不再适合的事情离开。生活看起来像是突然变得顺畅，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你的方向变得明确。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感到人生有些混乱，不要急着责怪世界，先试着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答案开始清晰，你的脚步就会变得稳定。而当你的内在方向明确，现实就会像水流一样，慢慢的开始排列，把那些真正属于你的可能带到你面前。我总是很急着找到答案。当人生出现分岔路时，当某个选择变得重要时，内心就会开始不停地思考，哪一条路比较安全，哪一条路比较正确，哪一条路不会让人后悔。于是我试着分析所有可能，听别人的建议，比较不同的选项，不停地在脑海里推演未来。表面上看起来很理性，但心里却越来越混乱。因为当思考太多，答案反而会被淹没。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叫做决策疲劳。当大脑长时间处在过度分析的状态时，注意力会变得分散。每一个选择看起来都差不多，每一个方向都带着不确定。于是人会开始怀疑自己，怀疑直觉，怀疑判断，甚至怀疑人生。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有些答案其实不是靠思考得到的，而是来自一种更安静的地方。那是一种内在的确定。当你不再急着证明自己，不再急着找到完美的路，内心反而会慢慢变得清晰。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进入平静的专注状态时，大脑的不同区域会开始协调运作。那些原本分散的资讯会在安静之中重新排列，于是某个答案会突然浮现。那一刻你会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不是激动，也不是兴奋，而是一种很稳定的知道。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个状态，当你的内在与某个方向对齐时，世界会开始回应。
如果心里充满犹豫与怀疑，能量就会变得混乱。但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内心的声音，那种确定就会像磁场一样，慢慢吸引相关的答案。你会遇见新的讯息，遇见刚好能给你启发的人，遇见一些看似巧合的提示。这些片段会慢慢拼凑在一起，于是原本模糊的方向开始变得清晰。我后来学会一件事情，当答案暂时没有出现时，不再逼自己立刻决定，只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去散步，去阅读，去生活。当心慢慢沉淀，很多事情会自然浮现，因为答案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当内心太吵，就很难听见。就像湖面一样，当水面被风搅动，你看不见水底，但当水面变得平静，一切就会清晰。人生的很多答案也是如此，它们不是被强迫找到的，而是在某个安静的时刻突然出现。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站在某个需要选择的地方，请不要太急着寻找完美的答案，先让心安静，先相信自己的感受。当内心开始出现那份确定，很多事情就会慢慢排列，答案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一句话里，在一段经历里，在某个忽然明白的瞬间。而当那一刻到来时，你会知道，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也不是因为分析完所有可能，只是因为内心终于安静。而在那份安静里，答案自然出现。总觉得理想生活离自己很远，它像是一个模糊的画面，存在于想象里，存在于某个遥远的未来。那里也许有更自由的时间，有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让人安心的生活节奏。但每当回到现实，那些画面又变得遥不可及，因为生活里总有很多理由，需要再准备一下，需要再稳定一点，需要再等一个更好的时机。于是理想就一直停留在远方，好像只要再等等，有一天条件成熟了，人生就会自然改变。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很多人的人生转折，其实不是因为条件完美，而是因为一个决定。心理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当一个人做出真正重要的决定时，大脑会开始重新调整注意力，那些与目标相关的资讯会变得更加明显。你会开始看见机会，开始寻找方法，开始采取行动。原本看起来很远的事情，就会慢慢靠近。神经科学研究也发现，当人下定决心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这种化学物质会增加动力与专注，于是你更容易跨出下一步。吸引力法则也常说，宇宙会回应清晰的意图。当你的内心还在犹豫，一部分想改变，另一部分却害怕失去，能量就会变得分散。但当你真正做出决定，那种确定会形成一种方向，生活就会开始排列，新的机会出现，新的想法浮现，新的道路慢慢打开。我后来开始理解一件事情，理想生活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它是从一个勇敢的选择开始。也许那个选择很小，愿意尝试一件新的事情，愿意离开一个不再适合的环境，愿意相信自己的可能。在当下看起来，那只是一步，但那一步会改变整条路。很多人以为勇敢是没有恐惧，但其实勇敢往往是在恐惧仍然存在时，仍然选择前进。就像站在一扇门前，你知道门后可能是新的世界，
却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那一刻的心跳，那一刻的犹豫，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但只要你愿意推开那扇门，人生就会开始改变。有一天你会回头看见，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困难。真正困难的，只是那一次决定。一旦做出了选择，路就会出现。所以如果现在的你心里有一个想要靠近的生活，不要急着否定它，也不要等到所有条件都完美。也许你与那个生活之间真的只差一个瞬间，那个瞬间不是奇迹，而是一个愿意相信自己的决定。当你做出那个决定，人生的方向就会悄悄改变。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忽然明白，原来理想生活并没有那么远，它只是一直在等待，等待你那一次勇敢。有一段时间，我很容易把很多事情归因于外在。如果事情没有成功，可能是时机不对，可能是环境不好，也可能是别人的决定影响了结果。这样的想法其实很自然，因为当事情不顺利时，把原因放在外面，会让心里比较轻松。但慢慢的我发现，这样的生活其实有一种无形的重量。因为当一切都取决于外界，自己就会变得很被动。环境改变时，心情也跟着起伏。别人的态度不同，整个世界就好像失去了方向。那时候我才慢慢理解一件事情，真正的力量其实来自于责任。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内在控制点。当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影响人生，他的行动会变得主动。他会开始问自己，在这件事情里，我可以做什么？即使外在条件不完美，即使世界仍然充满不确定，只要还有一点选择，就仍然有力量。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当人感到自己拥有选择权时，大脑的压力反应会降低。同时，与动力与决策相关的区域会变得更活跃。这意味着，责任其实不是负担，它是一种自由。当你愿意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你就不再只是等待事情发生，你会开始创造。吸引力法则也常提到一个核心观念，你是自己生命的共同创造者。外界的确会影响你，但你的回应方式决定了故事的方向。如果把力量交给环境，人生就像一艘没有方向的船，风往哪里吹，船就往哪里飘。但当你愿意握住舵，即使海面仍然有浪，方向却开始清晰。我后来开始练习一件事情，当事情不如预期时，不再只是问为什么会这样，而是问现在的我可以做出什么选择。有时候那个选择很小，只是改变一个习惯，只是重新安排时间，只是多相信自己一点。但正是这些小小的行动会慢慢累积，就像一条河流重新找到方向。一开始只是细微的转弯，但时间久了，整条河道都会改变。人生也是如此。当你选择为自己负责，你不再只是生活的旁观者，你会变成参与者。每一次决定，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都会把力量带回你的手中。那种感觉很特别，不是突然变得无所不能，而是一种安静的稳定。你知道，无论世界如何改变，自己仍然可以选择下一步。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感到生活有些失控，请不要急着责怪自己，也不要急着责怪世界。先试着把力量收回来，从一个小小的决定开始，
当你愿意为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份力量就会慢慢回来，然后在时间的流动里，一点一点地把你带回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